大事件，大事件啊！据波兰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5日，有导弹在波兰境内发生爆炸，并造成2人死亡，且已经得到波兰外交部发言人米勒的确认。在爆炸发生后，波兰外交部发言在一份声明中称，一枚俄罗斯制导弹于当地时间15日14时40分落在波兰境内，并在普热沃多村庄造成2人死亡。大家注意，该声明提及了2个点。一是导弹类型俄罗斯制造，波兰总统杜达表示，我们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是谁发射了导弹，调查正在进行中，但它很可能是俄罗斯制造的。二是爆炸地点普热沃多村庄，而该地点正是波兰东部与乌克兰接壤的赫鲁别舒夫地区，这就让我们深思了。目前波兰已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要求对此立即给出详细解释。另外，受此影响，波兰部分军事单位已提高了战备等级，而俄罗斯在收到有关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驳斥和甩锅。据俄方新闻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日驳斥了波兰媒体有关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的报道，并称这是蓄意挑衅。俄罗斯军方没有对乌克兰波兰边境地区发动打击。另外，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还对外高呼，落入波兰普舍沃杜夫村的导弹不是我们的巡航导弹，而是乌克兰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导弹，并给出了自认为信服的理由。俄罗斯巡航导弹是高精度武器，和防空系统强力对抗条件下使用，不可能让其偏离航向，这是其一。列昂科夫还称，俄罗斯无论空机还是海基巡航导弹的重量达400到450公斤，拖拉机和拖车这种当量爆炸时会被炸成小块，且弹坑会很大，所以他推测这很可能是波兰方面的摆拍行为。火力军真的无力吐槽了，虽然该事件波兰正在调查，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但俄军事专家一句摆拍，属实令人无语。与此同时，乌克兰也迅速否认并指责俄专家这是污蔑。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当地时间15日深夜发文称，有关乌克兰导弹落在波兰的指控是一种阴谋论。库列巴在推特上发文指责俄方称，俄罗斯现在在宣扬一种阴谋论，称落入波兰领土的是一枚乌克兰防空导弹，这不是真相。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俄罗斯的宣传或放大其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当地时间15日深夜在推特上发文透露，自己刚刚与波兰总统杜达通了电话，并对在俄罗斯导弹恐怖袭击中遇难的波兰公民表示了哀悼。紧接着，北约也同样做出了反应。据白宫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导弹在波兰境内爆炸通话。北约发言人当地时间15日还表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于16日就导弹在波兰境内爆炸事件与各成员国大使召开紧急会议。只是由于事件突发，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透露，但火力军会持续关注相关后续内容的。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波兰为什么觉得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嫌疑最大。浅层次的原因大家肯定不陌生，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排在第3名的位置，仅军援的苏制 T72 战车就有240辆，而其他一些还包括未公开数量的便携式防空系统、轻型反坦克武器、2S1康乃馨自走榴弹炮以及冰雹多管火箭发射器等武器，间接性让俄军损失惨重。波兰和俄罗斯现在互相仇视，所以波兰有理由怀疑此次事件是俄罗斯的蓄意报复行为。深一点的原因就是波兰和俄罗斯是世仇，早在数百年前，波兰就曾被3次瓜分，而每一次瓜分都有俄罗斯的参与，因此怀疑俄罗斯也很合理。其实关于波兰，它的祖上也曾扩过。16世纪时，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一跃成为当时的欧洲强国之一。在当时，波兰的领土在欧洲排名第3，囊括了如今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大片土地。甚至在其最强盛时期，如今的俄罗斯也是被波兰欺负和侵略的对象，曾一度占领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因此，波俄战争才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7世纪中叶，波兰顶不住了，开始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内部封建割据严重，另一方面是因为波兰独特的自由选王制度。怎么理解呢？简单的说就是国王由议会产生，
就连外国人都有资格竞选的奇葩制度。这也导致波兰国内政坛一片混乱，加上人人都有否决权的自由否定制度，更使得波兰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最终不断衰落，成为邻国侵略和瓜分的对象。公元1722年，俄国在独霸波兰未果后，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此条约签订后，波兰失去了占总领土30%的21万平方公里国土和超过400万的人口。强盛一时的波兰也因此元气大伤。然而即便如此，俄国依然没有放过波兰。在时隔20多年后，俄国军队再次入侵波兰，并占领了波兰首都华沙。同样进军波兰的普鲁士最终和俄国达成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占据了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等大面积地区，普鲁士占据约 5.8 万平方千米。至此，波兰再一次被瓜分。不久之后，由于波兰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和民族起义，曾参与瓜分波兰的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决心将独立的波兰彻底抹去，从而彻底消除统治波兰的隐患。因此，公元1795年，三国再次签订条约，将波兰的剩余国土全部瓜分。在这次瓜分之后，作为独立国家的波兰不复存在了。不过不得不说，波兰的确足够顽强。在亡国12年之后，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在击败普鲁士和俄国之后，于公元1807年再次建立了华沙大公国。俄国和普鲁士被迫吐出了占领的波兰领土，波兰成功复国。也因此，波兰人对于拿破仑十分支持。当时拿破仑远征俄国的50万大军中，有10万人都是波兰人。然而，波兰人的命运还是如此的多舛。战神一般曾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却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遭遇惨败。法国远征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欧洲的反法同盟因此再次掀起了反对拿破仑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再次对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进行了瓜分，俄国获得了绝大部分领土。波兰王国成为了俄国的附属国，俄国沙皇开始兼任波兰国王，波兰在事实上再次成为俄国的领土。在此期间，虽然波兰多次掀起反抗俄国统治的起义，但是在俄国沙皇的残酷镇压之下，这些起义均遭到了失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3个年头，一战的主要参战国俄国由于内忧外患，最终爆发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忙于巩固政权，与白军内战，根本无暇顾及反抗意志十分坚定的波兰等边疆地区。因此，苏俄就宣布废除了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了波兰的独立。1918年，波兰再次复国，成立了波兰共和国。新兴的波兰甚至在1919年还击败了苏联红军，将国境线向东部扩了200多公里。然而，倒霉的波兰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时隔20年之后，1939年，随着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东欧的势力范围，再无后顾之忧的纳粹德国突然闪击波兰，二战爆发。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之后，势如破竹。仅过了几十天，纳粹德国军队就彻底灭亡波兰。曾与德国秘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也趁机占领了波兰东部寇松县以东的波兰领土。波兰又一次被瓜分。时间再次过了6年，1945年，在苏德战争取得胜利的苏联红军开始反攻德国。1月17日，华沙被苏联红军解放。在波兰的领土上，苏联扶持了新兴的社会主义波兰。这个由苏联一手扶持的波兰第3共和国，因此站在了苏联的阵营。但是这一情况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再次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之后，波兰也转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新兴的波兰政府承认的是波兰流亡政府，而这个一直在伦敦流亡的波兰流亡政府一直对苏联极为仇视。也从此之后，波兰一直站在西方国家唯独反对俄罗斯的最前沿。1999年，波兰加入了北约组织。2004年，波兰加入了欧盟。随着波兰与西欧国家的一步步靠拢，波兰对俄罗斯的仇视也愈发严重。再加上二战时期苏联曾秘密处决2万多名波兰人的卡廷惨案，波兰对于俄罗斯的感情可谓仇上加仇。一方面，数百年被俄国欺凌瓜分的历史，使得波兰与俄罗斯堪称世仇；
而近代波兰与俄国的矛盾更是十分尖锐，因此波兰一直是西方国家围堵俄罗斯的急先锋。面对这样的新仇旧恨，再加上现实利益的矛盾，波兰和俄罗斯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若是此次事件最终真的确定是俄罗斯在搞鬼发射的导弹，那么波兰必然会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全身心的帮助乌克兰将俄军侵略者赶出去。那么波兰参战会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俄罗斯目前是接近崩溃的状态，具体情况可以参考火力军之前俄5大困境的视频。既然常规军力已经无法达到最初的作战目标，俄军便不排除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打击的可能。而若波兰又选择开战，在俄罗斯威慑失效的情况下，俄军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无限接近100%。当然，现代的核战争并不会如广岛原子弹那样把一个城市给轰平。俄军最有可能的方式是用战术核武器对乌军某个战略价值极高的目标实施打击，如摧毁乌军的指挥中枢，对关键人物实施战术核打击等策略。至于若是俄军发起核战争，会动用什么样的核弹头？火力军的想法是战术核弹头，因为这种核弹头就非常适合完成刚才讲的策略任务。战术核弹头的当量非常小，威力相当于几千吨 TNT 爆炸当量，如美军的战术核弹头，就可以通过 F-15、F-35 等战机进行携带。低当量的战术核弹打击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将发射性污染降到最低，而它的爆炸威力却又比普通的炸弹要大得多，足以轰平一座大山。所以针对山里的地下掩体指挥所自然不在话下。如今美俄都是有战术核武器打击理论以及一些触发条件的，一旦战术核武器被使用之后，俄乌整个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常规战争、局部战争升级为核武器战争，整个战争的走向就变得极为不确定。而且光想想那时几百万吨 TNT 当量的热核武器，到只有几千吨 TNT 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就让人不寒而栗，这绝对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现阶段看，乌军收复赫尔松，双方转战顿巴斯，俄军是打算逐个攻破，确保最终能拿下乌东四地，以拱卫克里米亚。而乌军现在是有意尽快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周二在 G20 峰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并恢复乌克兰对该国与俄罗斯接壤的领土的控制，将会带来真正彻底停止敌对行动。延迟结束冲突意味着更多乌克兰人的死亡，对世界会构成更多的威胁。而在这个阶段，别的国家代表都在 G20 开会，波兰就突然发生导弹袭击事件，这会不会是某方不愿接受乌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而动用的手段呢？我们就静等最终的调查结果吧。好了，关于波兰境内遭遇导弹袭击，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补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